看到每个人头顶的出轨率。当出轨率达到100%，后面出现的都是出轨次数，所以我小心谨慎，千挑万选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漂亮贤惠、出轨率几乎为零的老婆。但这一天，我却发现她的出轨率在疯狂上升。面对即将红杏出墙的妻子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是买砒霜还是买砍刀？大约是在初中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到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串鲜明的数字。直到我爸妈吵架离婚的那天，我才知道那一串数字代表的是出轨率。当出轨率达到100%后，头上的数字就会变成出轨次数。有了爸妈的前车之鉴，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漂亮贤惠、出轨率非常低的女人做老婆。虽然这很难，但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大学的时候还真被我找到，而且她的出轨率竟然无限接近为零。她叫吕诗涵，比我大2岁，人长得非常漂亮，看起来是很清纯的那种类型，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，和弟弟妈妈相依为命。他爸爸是个赌徒，因为躲赌债跑了以后，还给他们一家人留下了10几万的债。但这都不是事。这些年，我靠着能看见出轨率这项技能，暗自在背后赚了不少钱。而且出轨率无限接近为零的女人可是非常稀有。为了不重蹈爸妈的覆辙，我必须紧紧抓住这次机会。之后我便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，就连债务我也一并帮她还清。结婚之后也确实如此，她非常贤惠能干，对我也十分温柔。自从爸妈离婚后，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家的幸福。然而就在1个星期前，我那温柔贤惠的妻子，她头上的出轨率仅仅一夜之间就从0.08%变成了43%。本来我对此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因为如今毕竟是现代社会，有时刷短视频看到美女帅哥，也会对这个数值有一定影响。就比如我的兄弟，即使结了婚，他刷到美女视频或者美女照片的时候，出轨率也会有小范围的波动，一般在30%到50%之间。但渐渐的，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我老婆头顶上的那串数字每天都在稳步增长，仅仅5天时间就从43%涨到了83%，这也就代表还差17%的出轨率，她就会出轨。这下我彻底坐不住了，不禁想到了这些天吕诗涵半夜偷偷摸摸给别人打电话发短信，她还说是她闺蜜，还一副假装镇定隐藏慌乱的模样。当时我还天真的以为她是在跟闺蜜聊一些羞人的话，现在看来这多半是她在跟别的小白脸聊天啊。这些年我摸爬滚打，仅仅25岁就坐上了金融公司财务总监的位置，可以说是前途无量。不仅买了车买了房，就连他老家的房子我也出资总体翻新了一遍，对他简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白脸能把他迷得神魂颠倒，让他动了背叛我们婚姻的心思。不过思索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再观察观察，毕竟这是我老婆，还是有很深的感情。只要她的出轨率没有突破100%，我都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周五下班回家，吕诗涵脸色时而红润，时而纠结，整个人坐立难安，完全没有了平时端庄温柔的模样。看到我在家，她表情就像是做贼一样，脸上好像写满了心事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她头顶上的出轨率从83%变成了96%，还泛着红光，而且红得刺眼。我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心里已经变得一片冰冷。我知道她离出轨仅仅只差一个机会，而且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的那种。等到晚饭做好，吕诗涵端着小碗小口小口的吃着，但明显心思不在这饭菜上。老婆，我才刚回到家，你这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像老鼠见到猫似的，难道你背着我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听到这话，我能感觉到吕诗涵身体狠狠地颤了一下，碗都差点端不稳了。很明显就是被吓到了，因为她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小白脸，这明显是心虚了。但她还是支支吾吾强装镇定地说道：哪有啊，老公你最近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竟然跟我开这种玩笑哼。说着她还嗔怪地瞪了我一眼，但颤抖的碗却显示着她内心其实并不平静。开玩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？我笑了笑，然后跟她说起了一个小故事。我能看到每个人头顶的出轨率，当出轨率达到100%，后面出现的都是出轨次数，所以我小心谨慎，千挑万选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漂亮贤惠、出轨率几乎为零的老婆。但这一天，我却发现她的出轨率在疯狂上升。面对即将红杏出墙的妻子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是买砒霜还是买砍刀？对了，老婆，今天我听朋友说，他手下有一名女员工，原本很安分守己、温柔贤惠，可没曾想竟然出轨了。她丈夫大怒，拿着一把杀猪刀冲到公司，连砍了那女的10几刀，满地都是血。最后那女的虽然命保住了，但她不仅脸全烂了，终生也要变成残疾人，而且再也不能当妈妈了。仅仅就是因为出轨，竟然让那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真是不值啊！不知道那女人下半辈子坐在轮椅上的时候，会不会后悔当初的一时冲动？听完了我说的这个故事，于诗涵的脸瞬间变得无比苍白，就连碗都直接摔在了地上，而她头上的出轨率也在疯狂的变换着，一路从96%到63%，再到22%，再到1%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被这个事吓到了？是啊，这真是太吓人了，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么吓人的事？说着她抬头看向我，心虚的想要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一点什么。我笑了笑说道：这不平时聊的都是花前月下，今天来点不一样的刺激刺激吗？你是不是想多了啊？哪有想多，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说完吕诗涵就赶紧吃完饭回房去了。
我说起这个故事，自然是想敲打他，也是给他最后的警告。毕竟我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，如果可以挽回，自然应该试试。但是对方如果一意孤行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至少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吕诗涵果然老实了许多，对我也如之前一样温柔贤惠。或许真是被我那个血腥故事给吓坏了。直到那天下午，吕诗涵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老公，今天晚上你自己点外卖吧，我要回我妈那一趟。”妈，那出什么事了？要不要我陪你回去？不用，我妈那没什么事，我就是回去看看我妈，而且你还有工作要做，不用陪我的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想了想，现在公司里确实有些事情需要我，实在有点走不开，便想着下班后去接她算了。下班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开车朝她娘家的方向驶去。2小时后，我来到了丈母娘家。你怎么来了？面对丈母娘的这种态度，我早就已经见怪不怪，虽然很不舒服，但还是忍了下来。诗涵这么着急回来，我担心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才匆匆赶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对了，诗涵不是回来了吗？他人呢？诗涵他早就回家了，我就是脚崴了一下而已，又没什么大事。你来干嘛呀？不过你来丈母娘家，竟然连礼物都没给我带上一个，像什么话？有你这样当女婿的吗？还有我脚崴伤了，赶紧给我转2万块钱，让我买点补品补一补。说着，丈母娘就直接掏出手机，打开了收款码，让我赶紧转账。这也让我十分恼火。每次我来她家，她都会找各种理由要钱，少则1000，多则上万，还如此理直气壮。虽然孝敬长辈是应该的，我也不差这点钱，但这要法跟抢劫一样，谁乐意受呢？看来这几年对你掏心掏肺的好，已经让你膨胀了，是吧？觉得我娶你女儿已经被你拿捏住了，是吗？之后的几天，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正常上下班。回家后，我照常跟吕诗涵亲热，日子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可其实他内心的骚动早已按捺不住，因为他头顶4次的旁边又多出了一个99%，这意味着他还想继续出轨，出轨时间很可能就是今。见状，我紧急找来一名私家侦探，一定要查清楚背后那个小白脸是谁，同时我也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帮他打掩护。果不其然，在上班的时间，我又接到了电话，电话那边竟然是他的弟弟吕国福。姐夫，我是你的小舅子吕国福，我姐在我这呢，要晚点才能回去，今天你就继续点外卖吧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就挂断了电话，我心中的怒火顿时就压不住了。果然这一家人都是一路货色，上次是老丈母娘，这次是小舅子。平日里你们吃我的喝我的，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对我。整整一家人竟然都在帮吕诗涵出轨打掩护。虽然我心里很气，但为了拿到他出轨的证据，我一定要忍住。下班后我开车回家，等吕诗涵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夜1点多。我抬头望去，赫然发现他头顶上的数字从4变成了7。好家伙，这是又要了3次是吗？老公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他装傻充愣的样子让我觉得恶心，但现在我还不能表现出来。老婆，你没回来，我怎么能一个人睡觉呢？对了，弟弟那边怎么样了？下午他陪我去做了头发，晚上和妈一起吃的饭。不早了，我们快睡觉吧。看着吕诗涵离去的背影，难以掩盖我心中的怒火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那个私家侦探发来的信息，一个视频和2份文件，上面写着第1次出轨和第2次出轨。看到视频上那个男人的面孔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冷冷一笑，没想到竟然是你，难怪能把我老婆迷得神魂颠倒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准备好迎接我的报复吧。视频中的男人叫张亮，是我财务部的一个中层管理，比我大4岁，长相十分帅气。原本他是财务总监的热门人选，只要他好好干，要不了几年那个位置就是他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我凭借着能够看见出轨率这项技能，在背后一顿操作，自然而然就把他财务总监的位置抢了过来，成了公司史上唯一一个25岁就当上财务总监的人。没想到他因此怀恨在心，直接从我老婆身上下手，给我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。我翻看着侦探发来的第1个文件，事实证明我想的果然没错，当时吕诗涵根本就没有回娘家，而是和张亮去了城里的一家情侣酒店，直接干了个1夜4次，说是回娘家了，其实只是靠这个借口打个掩护而已。第2个文件也就是今天，依旧是同一个酒店，看着吕诗涵笑颜如花无比配合的样子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尤其是张亮像是在报复我狰狞的表情中显得无比得意。不过像他这么有野心的人，肯定不是为了单纯给我戴绿帽子那么简单。通过视频里面的声音，我终于知道了他的目的。诗涵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帮我办一件事，把你老公的优盾给我偷过来，我操作完就把它还回去。等我坐上财务总监这个位置，家里的财务大权就由你来掌管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再也不用看你那个没良心的老公像包养你一样，每个月只给那么点生活费了。亮亮，你对我真好，我都听你的。看到这我一脸冷笑，没想到他竟为了我手上储存有公司财务数据的优盾，一旦让他拿到了优盾，随意操作就能让我失去总监的位置，甚至还有可能面临倾家荡产坐牢的风险。而吕诗涵也是个没脑子的，靠一张帅脸就把你给迷得神魂颠倒，被人当枪使都不知道，蠢得像头猪一样。之后我决定将计就计，趁吕诗涵不在的时候，我偷
偷偷在房间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，而吕诗涵头顶上的数字也慢慢的从7变成了13。直到一次周末，吕诗涵终于开始行动，趁我熟睡的时候，像做贼一样偷偷翻起了我的公文包，找到优盾后，他暗自欣喜，然后将一个假的优盾放进了包里。被偷后隔了1天，吕诗涵就把优盾重新还了回去。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我安装的监控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打开优盾一看，发现里面有3000万不翼而飞，转到一个海外的账户上。看来这是想营造出我挪用公款的假象。好小子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公司发现公款被挪用是需要时间的，张亮那里目前还没什么动静，而丈母娘他们一家竟然直接找上了门。进屋之后没有一丁点笑容，小舅子全程在玩着手机，看见我连招呼也不打，直接在沙发上躺下，就好像我欠他钱一样。丈母娘也是一样，毫不客气，鞋都没脱就盘坐在了沙发上，然后开门见山的说道：快给我卡里打500万，你小舅子准备跟他女朋友结婚，彩礼、房子、车子一个都不能少。房子不用买太好，弄个跟你差不多的别墅就行，车也不用太好，按照你的能力随随便便买个奔驰就行了。我算了一下，上上下下加起来有个500万就够了。丈母娘的话就好像是在下命令一样，看着她贪婪的面孔，我愣了一下。自从和吕诗涵结婚之后，逢年过节我都会送很多贵重的礼物，还给李波安排了月入过万的工作，没想到这些还不够，竟变得越来越贪婪。本来看在吕诗涵的面子上，我没有计较，毕竟以我的能力完全养得起，但现在不同，他们一家人合起伙来骗我，还想要在我身上捞油水，真是想得美。妈狮子大开口也不是这么开的吧？结个婚怎么花这么多钱？丈母娘脸色一变，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吗？你现在功成名就了，就这么一点钱也不愿意给你小舅子出。李波也顿时不乐意了。姐夫，你现在可是财务总监，年入好几百万，别那么小气。是啊，老公，以你的本事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全部挣回来。我只有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好吗？面对他们贪婪的目光，我只说了2个字：没钱。丈母娘闻言当场暴怒，瞬间站起身来。诗涵，这就是你找的好丈夫，现在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，真是翻了天了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白眼狼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把诗涵嫁给你。吕诗涵楚楚可怜地看着我，眼泪仿佛随时都要掉出来。在他们看来，我这些年掏心窝子对吕诗涵好，几乎是有求必应，认为我绝对是爱惨了她。只要拿吕诗涵来做文章，我就会无条件地答应她。可如今吕诗涵已经出轨，我怎么可能还惯着你们？不过你们既然这么贪婪，那我定要想办法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要500万是吧？行，我答应你们。真的吗，姐夫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不能反悔。吕波眼睛瞬间亮了。当然是真的，你是我的小舅子，我老婆的亲弟弟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老公，你对我真好，我爱你，老公。吕诗涵一脸感动，然而她头顶的出轨率却丝毫没有变化，很明显她是装出来的。丈母娘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欢喜，但依旧板着个脸，故作威严道：这才像话吗？就这么点要求都办不到的话，那也就别当我的女婿了。看着他们贪婪无度的模样，我冷冷一笑，让我出钱倒是没问题，只不过最近公司财政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我账户上现在没有这么多现金。李楠，你特么耍我是吧？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公司账上确实出了一点小漏洞，为了弥补漏洞，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填进去了，起码要等1个星期，财务才能运转正常。到时候我的钱不仅能够全部提取出来，还有一笔丰厚的奖金，买别墅买车都是小问题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除了彩礼外，你们可以先把车和别墅的首付给垫上，到时候等我的钱一到账，立马就把尾款付了，你们看这样行吗？吕波听完觉得很有道理，冷静了下来。丈母娘开口说道：可即便是首付也要100-200万，我们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啊。听到这话，我阴冷一笑，说出了最终目的。钱不够，你们可以先去贷款啊，网上贷款这么多，还有银行抵押贷款什么的，把房子抵押给银行，这些钱就拿来垫首付，到时候所有的贷款我来还。若是其他人肯定会意识到里面有问题，但是这几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可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认为我根本就离不开吕诗涵，只要稍微一用手段就能把我彻底拿捏住，就跟网上的舔狗一样，稍微给点甜头就欲罢不能，稍微给点苦头就日思夜想。他们认为我也是这种人，因为我这些年对他们一家实在太好了。瞧我这脑子差点把网贷给忘了，那我们就先去贷款吧，等你奖金到账了就帮我们把钱还上。见他们同意，我第一时间就拉着他们去看车看房。我能看到每个人头顶的出轨率，当出轨率达到100%，后面出现的都是出轨次数，所以我小心谨慎，千挑万选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漂亮贤惠、出轨率几乎为0的老婆。但这一天，我却发现她的出轨率在疯狂上升。面对即将红杏出墙的妻子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是买砒霜还是买砍刀？吕波简直满意的不行。这时销售人员突然说道：先生，这是今年的限量款，数量有限，刚才有个客户也很满意这辆车，还留下了电话说明天来买。吕波一听顿时慌了，因为这辆车非常符合他的审美。为了尽快把车开回家，吕波和丈母娘在网上疯狂借贷，甚至那种月息10个点的高利贷也要借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几乎把所有的家底全都押上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钱反正都是要我来还，东拼西凑之下，终于把首付凑齐。他们兴高采烈地交了钱，殊不知这正是他们噩梦的坎。来到第2天，
我正在公司上班，此时张亮突然走了过来。伊里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我手上抢走东西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过很快你这个财务总监的位置就要还给我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可能你要失望了。就算你手段尽出，也坐不上这个位置。这辈子你都不要想了。张亮俊朗的面孔瞬间变得狰狞。伊里，看来你还是不信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顺便告诉你，多亏了你老婆，我才能有今天这个报仇的机会，也不枉费我在床上手段尽出，把她折腾得鬼哭狼嚎。财务总监的老婆滋味就是不一样啊，太舒服了，太爽了。张亮想在我脸上看出点什么，但我一直都很平静，甚至都没正脸看他一眼，这让他感觉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令他气愤不已。此时老板突然走了过来，准备开启一次紧急会议。张亮顿时就笑着嘲讽道：伊里，你就准备好进监狱吧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在里面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会好好照顾你老婆的，哈哈哈。来到会议室，老板一上来就将一份文件狠狠地甩在我面前。依林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公司财务后台平白无故少了整整3000万？所有人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3000万胆子可真够大的，这可是犯法要坐牢的呀！老板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等几个人等他们来了，会替我解释。好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怕再等上个几分钟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。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你就准备进局子吧。很快10几分钟过去，两个帽子叔叔走了进来，瞬间将张亮牢牢地控制住。张亮，我们是太康市公安局的执法人员，你涉嫌非法挪用巨额公款栽赃陷害，现在我们正式将你拘捕。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你说的每句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。众人一脸懵。不是依林挪用的公款吗？怎么变成张亮了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依林，是依林啊！你们抓错人了，公司财务一直都是依林在掌管，只有他才知道后台的密码。我只是个小小的主管，怎么可能挪用得了公款呢？还有栽赃陷害，明明是他陷害我，怎么成了我陷害他了呢？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搞清楚。张亮已经吓尿了，我冷冷一笑，直接掏出了一段录音。听完后，张亮脸色瞬间惨白。我可不止这点证据，剩余的我都发给警察同志了，内容比较私密，我就不在这里公开了。张亮，你认为你做的万无一失，殊不知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你在我眼里只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你，做我的竞争对手，你根本不配。至于你挪用的公款，就由你的家产来充公吧。处理完张亮后，剩下的就是老丈母娘他们一家。我将老婆的出轨对象送进了局子。回到家后，我又将法院的离婚传票拍在桌子上。吕诗涵脸色瞬间一片惨白，老丈母娘更是发出了雷霆之怒，直接冲到我面前破口大骂：依林，你这混账没良心的东西，怎么突然就要跟我女儿离婚？诗涵究竟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？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，我这个老婆子跟你没完！说着便举起手想要扇我一巴掌，结果被我挥手挡住。老丈母娘龇牙咧嘴，痛苦地倒在地上哀嚎。吕诗涵慌忙走上去，而吕波更是想跟我动手，结果直接被我一拳打飞。不装我摊牌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说实话，我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。要不是当初念你们是吕诗涵的家人，我早就对你们翻脸了。这些年你们贪得无厌，在我身上捞了那么多好处，现在又变本加厉，索要500万，真把我当傻子了是吧？吕诗涵离婚这个词对你来说还是有点太好听了，倒不如说是我要休了你。吕诗涵还以为我不知道她的丑事，继续装傻充愣起来。老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？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哎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丑事能逃过我这双眼睛吗？你不但不守妇道，还帮着奸夫对付。我本想给你一次机会，2个星期前的那个故事是我给你最后的警告，只要你悬崖勒马，我可以不做追究，甚至和你白头到老。可没想到你最终还是跟那个狗男人睡上了。我现在见到你只感觉一阵恶心，所以我必须休了你。吕诗涵自知心里有愧，低下了头。老丈母娘怒吼着说道：胡说八道，我看你才是外面有人了。诗涵温柔贤惠，妥妥的贤妻良母，怎么可能做出那么不堪的事来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。老丈母娘心里什么都知道，但还是死鸭子嘴硬。她在赌我没有证据，只要没证据，那么这一切就都不作数。张凤霞，张老太太，本以为你是个老狐狸，可没想到你这么蠢。我没证据会去法院起诉吗？我将侦探发给我的证据照片扔在了他的脸上，画面十分的不堪。吕诗涵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，但看到照片后，整个人直接瘫在了地上，一脸绝望。张凤霞见状，急忙把照片揉成团，然后一口闷进了肚子，想要销毁证据。张凤霞，张凤霞，我知道你很蠢，但没想到你竟然会蠢到这种程度。你不会以为我只有一份证据吧？我随即掏出厚厚一沓照片。张凤霞差点气了个半死。邢诗涵离婚就离婚吧，咱不怕他，反正他的财产有你一半，到时候以你的样貌绝对还能够再找个金龟婿，你别伤心。而且他还有别墅和车的尾款没结清呢，到时候我们依旧是千万富翁，根本不用看他的脸色。张凤霞强作镇定地喊道。
吕诗涵听到这些话，也瞬间反应过来。对啊，差点忘了，他的那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已经有我的一半，而且还有那么多欠款没替我们还完，干嘛还要看他的脸色？到时候有这么多钱，别说是金龟婿了，就是包养小鲜肉都行啊！一时之间，他趾高气扬了起来，头顶上的出轨率进一步增长，我差点被他们的话给逗笑了。夫妻共同财产，买房和买车的钱都是你们自己借的高利贷，你们欠下的东西凭什么要我来还？张凤霞冷笑道。当时可是你亲口说的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帮你们还了？请问你们有证据吗？不管贷款还是首付，那可都是用你们的名义，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让我还莫不是在说笑话吧？他们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把他们给耍了。张凤霞气急败坏，破口大骂：意林，你这个混蛋！没想到我们一家竟然被你这个窝囊玩意摆了一道。我再混蛋，也没有你们混蛋。像你们这群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就该落得这个下场。至于财产分割问题，我更是想象你们真是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啊！我99%的财产都属于婚前财产，想要分走一半，你们怕是想多了吧？你们能分走的只有那1%的一半，我给你们算了一下，大概也就10来万，你们身上这一点钱应该还不够，你们还高利贷吧？吕诗涵眼中充满了绝望，丈母娘更是气得血压直接飙升，当场晕死过去。时间很快到了法院判决的那一天，吕诗涵被强制和我解除了婚姻关系，财产问题她也只分了我1%婚前财产的一半。根据民法典，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转化为共同财产，除非有特别约定。至于他们借的那些高利贷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要我来还，借据贷款合同都是吕波、张凤霞签的，所以被法庭当场驳回。走出法庭后，吕诗涵直接冲了过来，死死地抱住我，泪流满面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被张亮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，我只是犯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保证会一生一世爱你，一生一世都忠诚于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绝对不会再和其他男人接触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他头上的出轨率确实在下降，但这已经不重要。以此不忠，终身不用，想要我原谅门都没有。丈母娘他们也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哭爹喊娘的求我原谅，后悔2个字已经写满了他们的脸上，但我心里知道他们只是在为少了我这个摇钱树而后悔吧。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是像以前一样肮脏，而且从今往后他们都将陷入无穷无尽的债务当中。我狠狠地将他们甩开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，从此以后和他们再无一点瓜葛。诗涵，要不是你被那个野男人所迷惑，我们现在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下场？现在吕波的工作丢了，女朋友也跑了，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没了，这一切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你是个坏女人，你不配当我的女儿，我死也不会原谅你。张凤霞说完这句话就突发脑溢血，当场去世。时间很快1年过去，我也早已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。后来我听到有人在桥洞里见到过吕诗涵，她面黄肌瘦，穿的破衣烂衫，当初的美丽已经不在，这个样子就算是当小姐也没有人会愿意买账。她蜷缩在桥洞下，回忆着我曾经对她的好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她终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。